辉宝今天跟爷爷在说什么呢？瑞宝什么时候学会打保龄球了？辉宝最近经常在自家的小菜园里打野。女士闻着油菜花的花香睡着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野马，今天我又带大家来看每天过得不一样的宝家族了。这个点是熊猫馆特别安静的时光，辉宝小朋友还在睡觉。瑞宝已经睡醒了，在吃饭了。辉宝在树上睡。艾女士又在小水池旁边睡着了。瑞宝在油菜花前面的小饭桌上吃饭。艾女士在闻着油菜花香睡着了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瑞宝继续吃。辉宝继续睡。在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瑞宝还在吃饭，不过他换了一个位置，倚着艾女士在吃。乐宝今天还是很躁动，在自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。还爬到了猫爬架的最高处，能看见对面吗？对面的爱宝在美美的睡觉。瑞宝喝完水，肯定又会踩着艾女士过去。3轮了，瑞宝已经吃3轮了，爱宝和辉宝还在睡觉。乐宝一直在运动，他又好好的运动。终于在第4轮的时候，大家都醒了，一起在准备去室外场活动呢。艾女士永远的小跟班辉宝同学。瑞宝又在很独立的自己玩玩具。一边的辉宝喝完水，本来是想去妈妈树上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拐弯去了自家的小菜田。辉宝最近特别喜欢在这一片小菜园里打野，吃一些比较矮的竹子。瑞宝坐在滑梯上面，吃的也很可爱。
这时候辉宝在滑梯的下面捡到一颗小竹子，坐着安心的吃了起来。瑞宝突然从滑梯上面滑了下来，直接把辉宝撞飞了。我们的瑞博士什么时候学会打保龄球了？明显感觉这时候的瑞宝玩得很开心，在笑嘻嘻的散步。瑞宝又发现了宝藏，他发现了一小块掉落的胡萝卜。成功捡漏到胡萝卜渣渣的瑞宝高兴得不得了。又听到妈妈和妹妹要走了，他也要加入队伍。这两个小姐妹体重差不多，好像身高也差不多。辉宝刚才在等饭的过程中去默默打了个野，在小草丛里。今天又是宅家的瑞宝，乐宝也来室外场散步了。对面的爱宝和辉宝也已经坐在室外场开始吃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江宝又在室内给爱宝准备好了零食和主食，摆盘还挺好看的。辉宝又不知道在研究什么。跑到了树的后面，原来辉宝是捡到了一个大雪球。抱着这个大雪球玩了好一会儿，之后又回到小饭桌上，开始安安静静地吃起了竹子。这时候夕阳照在他们的小院子里，这画面太美好了。吃着吃着，辉宝的目光一直在看向别的地方，原来是江宝来给他送小零食了。辉宝的眼神一直在盯着江爷爷，仿佛在用眼神交流。江宝给了他带夹心的胡萝卜，他不爱吃，直接把爷爷的手推开了，自己把胡萝卜里面的夹心掰了出来。
姜宝想要再给他的时候，辉宝还是把爷爷的手推开了，还偷偷的把窝头夹心藏在手里，被爷爷发现了。虽然这个时候辉宝和爷爷正在挑食，但是画面真的很温馨，就像一个孙女在向爷爷撒娇。最后姜宝带来的小零食都吃完了，但胡萝卜里面的夹心都剩下了。剩下了2小块辉宝不爱吃的窝头，因为不爱吃，辉宝还想要逃跑，最后还是姜宝先心软了，今天的窝头不用吃了。姜宝在去工作之前，还不忘把辉宝刚才吃的竹子都拿了回来。辉宝看了一会儿在工作的爷爷，就跟着他的姜爷爷一起回到了室内场。辉宝刚回到室内场，姜宝又叫住了他，给辉宝加餐了一块小胡萝卜。一直在室外场走来走去的乐宝，也很听话的回到了室内场。那一轮姜宝和辉宝在小饭桌上谈话，就感觉辉宝能听得懂一样，他真的眼神好像在听得懂。回到室内场的辉宝和刚睡醒的瑞宝都在很认真的吃饭吃竹子。乐宝回到了室内场，还是在到处走来走去，想要在每个角落留下它的味道。这个时期的乐先生虽然会和平时有点不一样，但是也不影响他的可爱。最近乐先生的事业心不太强，满脑子都是小爱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就是他最近的运动量非常多，就会到处走。就是春天来了，乐宝又不太一样了。最近是1年1度的宝家族和油菜花的时间，就连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姜宝也在好好记录这美好的时刻。
这时候辉宝又去找在睡觉的爱宝要奶喝。即使爱宝很困，他也很耐心地让辉宝来吃奶。起身换了一个位置的时候，还不忘看了一眼瑞宝。感觉艾女士困得随时都要睡着了。两个小朋友还在很虔诚地喝奶。爱宝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。今天差不多一天都是20分钟左右等，就是等2轮吧时间。我在进来的时候，两小只已经喝饱了奶，各自找地方睡着了，开启了醉奶模式。只有艾女士在安安静静地等下班。艾女士的耳朵好像听到了要下班的声音。好啦，熊猫馆都下班了，他们也都回家了，我也要回家了。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下一期见，拜拜。